据美国媒体报道，俄军正在研发蛇纹石新型高超音速反舰弹道导弹，射程达4000公里，将成为对付美航母编队的杀手锏。请教一下黄先生，根据您的了解，蛇纹石反舰导弹会有怎样的综合战力？这款蛇纹石反舰弹道导弹，事实上它是传统弹道导弹与高超音速飞行器的一种结合体。那么它的助推段是采用原先的弹道导弹的火箭发动机，那么它的战斗部是采用的高超音速飞行器这种原理来制成的一个战斗部。那么这款导弹它最大的特点，一个就是射程远，最大射程达到4000公里，这样一个射程，事实上已经进入到中程弹道导弹的级别，可以从更远的距离来打击其他国家的大型舰艇。第二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战斗部所采用的高超音速飞行器的这种战斗部不仅飞行速度快一般速度可以达到5到8马赫这样一个速度，而且它的飞行弹道、飞行轨迹是多变的，可以在飞行过程中多次实现从大气层到外太空这样一个跳跃式的这样一种我们叫做一种打水漂式的这样一种弹道，所以采用这种弹道对方拦截的难度会非常大。近日，美国向联合国提交的一项议案，提议禁止所有国家继续进行反卫星拦截试验。而没过几天，美太空军就展开反卫星的干扰演练。请教一下王先生，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在反卫星方面有多虚伪？美国在这个时间点上提出要终止所有的反卫星拦截实验，而且特别指出是对卫星的摧毁性的实验，表明说这样的实验呢会在地球低轨道营造大量的空中垃圾，影响在轨作业的航天器的安全。表面上看呢，似乎是很负责任的一种表态，但实际上美国是目前为止进行过最多次数卫星拦截实验的国家。美国包括标准系列导弹在内的反卫星武器系统已经高度的成熟，具备了实战能力，并且已经进行了部署。而在更远的未来，美国还要开展在轨太空资源的轨道战，以及未来的赛博战，都是希望能够在太空领域攫取更显著的军事优势。这些都是美国的长远考虑。所以在这个节点上，美国提出终结反卫星的拦截实验呢，实际上是为了压制他的对手，使得自己的军事优势处于一个绝对领先的地位。俄罗斯方面将间接参与军事冲突的设施定义为合理打击目标，外界普遍认为最主要暗指的对象就是美国的星链。那么星链究竟是如何借着1亿2亿来从事军事行动的？日前面对俄方放出的狠话，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紧急发文强调，星链只应用于和平用途，不再说星链具备军事用途了。而在此之前，马斯克在公开场合并不讳言星链的军事用途。俄乌冲突初期，马斯克就高调宣称乌克兰上线星链服务，星链是乌克兰局部地区唯一运作的通信系统。而基辅高层也很快晒出了接收到了星链终端设备，有了这些设备，乌克兰的通信网络才没有被俄罗斯切断。乌军甚至可以直接利用星链来构建指挥架构，操作无人机，甚至不排除用来定位俄军目标。基辅独立报报道称，一个名叫尤金的乌克兰士兵表示，自己每天都用星链与家人保持联系，非无人机。星链终端将乌军前线获取的数据迅速传到指挥部，在此进行数据分析，据此对俄军军事设施进行打击。而从乌军发布的视频中可以发现，星链的传输速度大概在每秒160兆，可谓是非常快了。正因如此，乌军能够快速接收美国军方传输的实时情报，并据此制定作战计划。SpaceX 在2015年正式宣布星链计划，至今已经有2941个正在运行的卫星。按照 SpaceX 公布的计划，完整的星链网络将包括1.2万个卫星，未来可能拓展为4.2万个卫星。这些卫星通过与地面基站、地面终端和其他星链卫星通讯，实现地球全方位信号覆盖。星链的野蛮发展，尤其是其拥有的军事潜力，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担忧。首先，可以大幅增强美军的通信能力。据美国空军3月31号发布的消息，驻北部犹他州希尔空军基地的第388战斗机联队进行了为期1周的探索高速通信项目试验，以支持 F-35A 闪电2隐形战斗机在前线的敏捷作战部署。其中的关键就是星链卫星。
这次试验项目的细节包括 F-35在前线基地进行降落和备战，数据从星链卫星传输到终端，再从终端传输到空军数据转接器，最后传输给 F-35进行作战数据和信息更新。1周时间的实验结果证明，通过星链卫星和 ACE 结构传输数据，比传统的连接方式快了近30倍。更重要的是，利用星链传输数据的操作还非常简单，几乎所有飞行员通过10分钟之内的操作就可以将它设置好。其次，星链还能提升美军导航定位系统精度和抗干扰能力。美军的精确制导武器在星链卫星支持下，将打得更准、更灵活，让敌方防御难度大幅增加。数万颗星链卫星不断过境全球所有区域，还有助于美军实现近乎不间断的侦察和监视，实现对敌方地面导弹基地实时监控，在导弹刚刚点火升空时就能进行预警，大幅提高美军反导成功率。可见 SpaceX 的星链计划完全是打着民用的幌子，在太空进行军事布局。这一计划的背后是美国军方在提供强大支持，潜藏的军事能力值得世界各国警惕。虽然星链卫星主要在近地轨道运行，俄军有多种手段将其摧毁或令其失效，但马斯克此前也曾扬言，他们发射新卫星的速度比俄罗斯击落他们的速度还要快。猎鹰9号火箭每次可以将60颗卫星送入轨道。星链卫星呢，它的轨道高度，其实我们说对于现在的反卫星武器来讲，难度倒并不太大。主要的问题是它的数量太大，那么每一次这个对在轨航天器的这种拦截，其实成本都是很高的。那么因此呢，如果说俄方真的想要对星链或者其他的这种参与到军事行动的敌方的大范围态势感知类的卫星进行这种打击的话，可能最直接的手段还是电子干扰。那么通过这个有更强的信号的方式来压制敌方的这个卫星信号。那么这个方式其实也是美国现在来看来进行这种卫星干扰手段的一个主要的选择之一。俄罗斯芍药 NKS 军用卫星已开始执行战斗值班任务。俄媒称，俄海军终于首次拥有了一个可以真正帮助远程导弹瞄准敌舰的工具，是反舰系统的千里眼。请教一下王先生，这颗卫星的战斗值班意味着什么呢？芍药卫星的战斗值班对于俄罗斯的海上作战呢具有重大的意义。实际上，芍药及其所属的卫星侦察网络呢，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呢就已经设计完成。但是由于俄罗斯的经济状况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整个的项目进程拖后了将近30年。但是这种卫星呢，它的技术水平比俄罗斯的上一代侦察卫星有显著的提高。它的成像分辨率呢可以达到1米到1.5米的量级，能够有效地帮助俄罗斯锁定敌方的水面舰艇部队，能够指导它的远程反舰武器呢发起精准的远程打击，这是俄罗斯海军所倚仗的一种空中侦察利器。